欢迎收听华瑞投营观点。最近有在做全球资产配置，或者一直有关注跨国供应链的朋友，是不是觉得这几天虽然国际新闻天天都在热炒地缘政治，但整个全球贸易市场却悄悄沉漫着一股极其诡异，甚至让人有些不安的宁静？很多人以为，自从今年初美国法院推翻了部分关税政策，导致美国整体的进口关税税率有所回落之后，最猛烈的贸易摩擦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先等一下，摩根大通最新发布的一份全球经济研究报告，已经为我们拉响了美国贸易战 2.0 的红色警报。报告指出，随着一项关键的临时关税政策，也就是第122条款即将在今年7月24日正式到期，美国政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将其关税大刀全面转向更具杀伤力、覆盖范围更广的第301条款。这一次调查的魔爪不仅仅局限在单一市场，而是直接对准了全球高达60个经济体。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这场关税大转向背后最真实的资金流向与供应链底牌。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披露了一项非常硬核的宏观数据，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的实际进口关税税率其实经历了一次显著的下修。这主要是因为在今年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重磅裁决，正式判定美国政府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强行征收的关税在法律层面上无效。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这项司法裁决在实体世界中产生了多大的动能。数据显示，最高法院这一巴掌直接让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瞬间被砍掉了大约 2.5 个百分点，使美国的整体名义进口关税一路回落到了大约 11% 的水准。然而美国政府在关税壁垒上的退让只是暂时的，随着最高法院在法律法定条文上给予的强烈限制，加上即将在7月24日到期失效的第122条款临时关税，美国执政当局为了守住其贸易保护的阵线，正在以极其决绝的姿态，将所有的政策弹药全面且加速地转移到我们非常熟悉的第301条款上。这一次被摩根大通高度预警的第301条款贸易战 2.0， 其底层的杀伤力极其强大，且与以往我们熟知的关税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涉及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全力推进的2大全新301调查。首先是针对全球高达60个经济体所启动的强迫劳动与劳工标准执行专项调查。这项调查的覆盖面之广，堪称历史之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目前已经初步拟定，将对这些涉案经济体的相关进口产品课征高达 10% 至 12.5% 的惩罚性关税。这项考验的关键节点就在眼前，因为相关的公众评议期即将在今年7月6日截止。这意味着在7月份，我们随时会看到这项覆盖60个国家高达 12.5% 的关税大棒正式落地。与此同时，另一项调查则是针对全球16个经济体所进行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深度点检。虽然这项针对16国产能过剩的公众评议已经在今年4月15日正式截止，且美国官方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惩罚性税率，但摩根大通分析指出，这项调查的底层逻辑极其狠辣，它本质上是要建立一个长期的行政性防火墙，随时可以对任何对手的高附加价值工业品与新能源硬体加征毁灭性的关税。美国还对南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抛出了一个高达 25% 的基准关税提案，在扣除各类特定豁免后，实质的有效关税预计也将高达约 19%。这股由第301条款编织出来的关税天网，其覆盖的深度与广度早已远远超越了2017和2018年那场单一市场的贸易战。不过，在美国政府雄心勃勃地推动这场全球关税大包围的背后，摩根大通也冷静且客观地指出，这场贸易战 2.0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法律合规与司法挑战。今年最高法院推翻先前关税的历史性判决，实际上向所有人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讯号，那就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目前正在高度强调法律成文法的严格文本主义，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默许行政当局对贸易法规进行任意的扩张性的自我解释。这项司法态度的转变无异于是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301大棒套上了一个沉重的法律紧箍咒。摩根大通预期，
由于这一次第301条款的调查范围涉及多达60个经济体，其在行政程序的合理性、法规依据的严密性上，都将在未来的司法审查中面临极端苛刻的挑战。这将直接导致一个极其令人头痛的宏观后果，那就是全球跨国企业在未来几个季度内不得不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政策与法律拉锯战中。企业在进行供应链规划时，其面对的头条风险正在从单纯的地缘政治冲突全面扩散，并升级为更难预测的关税合规、法律诉讼以及供应链产线摩擦。这种高企的政策不确定性将会对全球企业的长期资本支出意愿构成实质性的压制。对于这场由7月24日第122条款到期倒逼出来的美国关税政策大转向，华瑞认为，这本质上宣告了全球供应链与跨国投资已经正式跨越了单纯寻找第三方转口贸易避险的初级阶段，大步迈入到了全球关税法规与劳工产能合规大审查的下半场深水博弈。市场长期以来陷入了一种盲目的乐观幻觉中，以为只要把工厂从单一市场搬迁到东南亚、拉美或东欧，就能一劳永逸地躲避关税大棒，却忽略了在实体世界中，美国这一次利用第301条款所构建的是一套无差别覆盖的劳工与产能天网。当第122条款到期，而第301条款的强迫劳动调查直奔 12.5% 的关税，这本质上意味着过去几年大行其道的中国加一或者简单的转口套利模式，其背后的边际利润将会面临极其惨烈的技术性欺压。同时，这种关税与司法不确定性高企的新常态将会无情地重塑全球主权资金在配置权益与债券私选时的安全防御路径。华瑞认为，在美债10年期殖利率持续高位拉锯的2026年，单纯依赖跨国低成本代工、缺乏技术物理壁垒且高度暴露在全球贸易风险下的中低阶组装与普通制造商将会面临极其惨烈的去杠杆洗牌。相反的，那些手里握有实体定价权，其产品和核心技术具备极高物理壁垒，且产能配置具备高度合规弹性的龙头企业，以及能够提供稳定高票息回报的防御性固定收益资产，则能在这场法规与供应链脱水的过程中获得最宽阔的安全边际。这是一场全球地缘资本的去虚向实大洗牌。当然，大数据与贸易政策模型虽然给出了预演，但未来依然存在着潜在的双向风险点，比如新一轮301关税在第3季度落地时所引发的全球供应链急性中断与踩踏。摩根大通指出，如果7月6日公众评议期截止后，美国政府出于大选政治的考量，强行在极短时间内对60个经济体同步启动高达 12.5% 的惩罚性关税，这将会对各大跨国零售、消费电子与汽车组件大厂的日常物流造成急性的休克冲击，进而干扰其下半年的利润交付速度。另一个风险则是美国司法系统与行政当局博弈所引发的进口通膨二次反弹。如果未来几个月内，联邦法院系统再次以行政程序违宪为由推翻或冻结新的301调查，这种政策的反复与拉锯可能会导致全球原物料与进口商品定价出现高频率的非线性震荡，进而对联准会管理 2% 的长期通膨目标构成潜在的危险。摩根大通这份最新的关税报告为我们梳理了关键财报季前夕最真实的全球供应链底牌。这并非一场无序的恐慌，而是一场由第122条款到期倒逼、第301条款全球合规大天网确立，以及司法文本审查加剧不确定性所主导的结构性重塑。对于投资者而言，要想在这场关税大转折中看清底牌，做好不对称的防御配置，我们的操作焦点绝不能只看名义指数每天的起起落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2条实务线索。首先是看7月6日针对60个经济体强迫劳动调查的公众评议截止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实际公布的最终执行税率与关税落地时间表，这将最直接验证跨国供应链利润受损的流速。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美国联邦法院对于此类301关税发起的司法诉讼案件立案与冻结禁令的批复进度。
看懂这两项高密度的法规与实体硬指标，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在风暴真正来临前，提前给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